长得像是猴子一样的选手，就是来自于韩国的号称大心脏的李昌镁。那么其本人的行为也确实是有大心脏啊，敢公然嘲讽要折磨中国选手，分钟实在是嚣张的不得了。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表情啊，也是相当自负，相当的嚣张。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他的言论。말 잘 들으면 KO, 말 안 들으면 15분 동안 내내 괴롭힐 겁니다. 我把他打得越惨，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我觉得前5都以后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我现在就想挑战冠军。这位选手极度藐视中国选手，而且还称唐凯就是自己的绊脚石。对此，唐凯也是霸气回应：“我把他打得越惨，就是对他越大的尊重。”这位韩国选手嚣张的底气也是来源于他曾经在欧文一比赛上赢得过多次冠军，曾经保持过3战3胜的这么一个战绩，这也是他嚣张的底气。不过这一次很明显，他遇到了他此生最强大的一位对手，来自于咱们中国的号称 KO 男神的唐凯。对于李昌镁的挑衅，我只能说他挑衅错了人。这一次很不幸，他遇到了来自于咱们中国的 KO 男神唐凯。我们可以看到，唐凯也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了，他的这个愤怒已经要喷薄而出了。这一次他必须要大家好，我是约翰尼斯·巴斯，来自德国。我来中国就一件事，听说你们有个叫小吸毒的欧阳锋。这一次我是来当医生。我看他是皮子痒了，我来给他治病。注意看，这个嚣张的选手是来自于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号称德国新生代铁血战车。这一次他挑衅中国小吸毒欧阳锋，号称自己要当一次医生，治一治小吸毒的病。巴斯·约翰尼斯号称德国的新生代铁血战车 MFC， 以 KOK 双料70公斤级世界冠军，以钢筋下巴和永不服输的硬仗风格横扫欧洲拳坛，是德国70公斤级新生代领军人物，打法硬朗、硬性、韧性极强，擅长与顶级高手正面对决，被赛方誉为遇强则强的典范，击败多位世界级名将，终结率极高，而且抗打能力非常强韧，如同钢铁一般啊，像钢铁侠一样。来自于咱们中国的欧阳锋小吸毒，号称是中国的搏击新王，16战16胜16 KO 的不败战神，以 K1 和 WF 这个双料世界冠军资质，将中国70公斤级荣耀推上世界级之巅。中国70公斤的绝对级王者啊，职业生涯是16战16胜16 KO 的完美战绩，技术如同这个暴雨梨花，擅长卡夫踢积累伤害，精准反击与节奏掌控。这一次胆敢挑衅咱们中国的小吸毒欧阳锋，我只能说这个巴斯·约翰尼斯是挑衅错了人。可以看到这个双方打法啊，双方上台啊，就是非常猛烈的拼拳。巴斯·约翰尼斯的进攻非常凶狠，打法非常硬朗啊。德国悍将，德国铁血战车。这场比赛是双方选手的首战啊，首次见面。那么我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的最后花落谁家啊，最后胜者的花落谁家。我们一起来看。活泼可爱的性格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他多次去挑衅欧阳锋。是，欧阳锋在不久前啊是战胜了齐利亚，24年的时候然后这个约翰尼斯早期呢是输给过齐利亚。刚才的那个金童乔治马拉尼亚又是齐利亚的同门，跟齐利亚有关的人好多呀。今天看欧阳锋的这个拳来了，是，好，给个顶膝，兼顾着勇气和精神。我们今天是在武林风官方抖音号独家直播，还没有这个付费的朋友们。好，欧阳锋这边主动进攻，连续的直拳压倒压倒巴斯。小吸毒的打法的确是非常的凶狠啊，以这个暴雨梨花之势，每次出手就如同这个暴雨梨花针一般，让对手应接不暇。好，直拳，约翰巴斯尼斯这边有点难受。巴斯的这个遇强则强的这个本性显现出来了啊！连续的反击打的这个欧阳锋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这边欧阳锋，侧踢，
这打法如同这个降龙十八掌一般啊，非常凶狠啊，猛烈。好，第一回合还剩20秒，非常快啊。这个欧阳锋打法是有轻有重，哎呦，这一下漂亮，好拳，这一拳，哦呦，可惜时间到位了啊。哎，双方选手还有点小摩擦，哎呦，不来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欧阳锋的心态可是非常放松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小插曲。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选手对决。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巴斯约翰尼斯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然后在场上调整很快的选手。但是面对欧阳锋这种又有重击又有经验啊，实际上他调整的空间并不大。好，那第2回合，巴斯约翰尼斯又是猛攻，打法也是非常主动啊，非常主动，全场也相当之高。我觉得可以看到上一回合啊，巴斯约翰尼斯啊，他这个名字真的是非常复杂啊，也是跟这个欧阳锋啊进行了一些啊，在赛后啊，在这个敲钟之后啊，也是跟这个欧阳锋进行了一些身体上的摩擦啊，可以看到也是非常不服。欧阳锋这一回合要谨慎对待。这个巴斯约翰尼斯在赛前啊就多次挑衅这个欧阳锋。约翰巴斯尼斯是来自德国的，号称新生代的这个铁血战车，这 FFC 与 KOK 双料的70公斤级世界冠军，所以说心高气傲。这次比赛之前也是挑衅这个号称要治一治欧阳锋小吸毒的病，自己号称这个小吸毒啊，这个感觉皮子痒了啊，要治你，号称这个说是。这样的话，欧阳锋一定要给他迎头痛击，找对方防反迎击的机会来了。对。俩人都是很针对对方的后手拳的，在出拳的瞬间呢是做一个侧身的侧闪，这也是现代自由搏击发展的一个特色啊。这样的话，自己并不在对方的中轴线的位置，是不容易被击打到的。来，拳值上还是欧阳锋高一些。目前70公斤级这个级别，已经进行到 C 组的比赛了。A 组已经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的是玛丽安。两个永动机型的选手。对啊，都是体能。两边这个都是永动机级别的选手啊，这个一直在消耗对手体力。现在第2回合还剩50秒。相对高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欧阳锋这个顶膝非常漂亮，打法非常的这个相像啊，两边打法就是非常像啊，风格都是一致的，都是精准的组合啊。只不过这个欧阳锋的这个卡夫踢啊，还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存在。是靠自己充沛的体能和自信心冲垮的能力，捕捉时机的能力很好。好，比赛还剩15秒。哎呦，这一脚差点给这个巴斯贴了个趔趄。哎呦，巴斯这边还虚晃一枪，再来一个大飞脚。双方打的是非常的凶狠啊，你来我往的，互不相让啊。好，那第2回合战斗结束，大家可以看这个欧阳锋这个最后的眼神啊，看这个巴斯啊，如同看这个仇敌一样。好，那第2回合战斗结束，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3回合，双方看起来打法打的也是相当的激烈啊，不死不休的感觉，我非常喜欢看这种战斗啊。好，让我们继续来看第3回合。这个局间还向观众要一些给他鼓励的掌声。侵略性有整个的体格上欧阳锋恢复的更好。对，我觉得降重以后，巴斯约翰尼斯的体型并没有完全恢复回来。对于挑战者就是这样，在这个比赛里边，自己需要更主动，才能获得更多裁判的认可。他前面其实是有不错的命中，特别是第2回合。欧阳锋就是两侧的脚步跨步以后，一直在对方的中线两侧。好，两边又是缠斗啊，又是近身的这个拼拳、拼刺刀啊，拼刺刀式的战斗，这样看的话非常过瘾啊。不过这个打法的这个难度也是成倍上升。欧阳锋这边一直在跟对手拼拳。两边体力消耗非常严重，哎呦，这一脚非常漂亮，刚才那一脚真的非常不错。好，连续的打斧击斧，3个打躯干。好，3个打躯干。这边直拳，巴斯直拳试探。哎呦，欧阳锋这边直接砸拳。哎呦，这个顶膝帅气。这个巴斯打的非常的这个主动，
好，再来一个卡夫踢，经典的卡夫踢。这一脚，比赛还剩1分半，能不能做到一个第3回合的一个 KO？ 巴斯约翰尼斯，我觉得水平比我想象的要好。这选手调整的很快，从第1回合很难命中欧阳锋，到第2回合已经可以命中欧阳锋，到第3回合，实际上有一定的时间上是他在掌握主动的。当然，欧阳锋也是选择了低强度对抗。对。哦，中，连续中了几拳，欧阳锋前摆。哦，连续命中。好，场上的呼声是越来越高，比赛还剩54秒。对，他是能不能做到这个第3回合的一个 KO 啊？是能让今天这场比赛成为一场关键的一场这个经典战役的一个关键。好，巴斯猛攻，两边这个打的是非常猛啊，非常凶啊！如果说最后能来一个酣畅淋漓的 KO 啊，那是非常好的。比赛还剩34秒、33秒。巴斯这边，哎呦，双方在这一回合啊，在这个最后的几十秒当中啊，进行多次的这个有效的击打啊，是最重要的，能为自己在最后的时刻啊，这个争取更多的得分。哎呦，巴斯这边猛起来了。看起来能 KO 是最好的，但是有点困难。好，继续一个卡夫踢，比赛还剩10秒。哦呦，这连续的这个砸拳，哎呦，巴斯这个急了。好，双方拥抱，礼仪还是给到位的啊。好，那最后只能看一下裁判的双方的判胜。这个巴斯已经是迫不及待啊，准备站上去宣号自己的胜利了。我们来看一下裁判最后的判决。判定30-27，红方胜。目前在国际赛事上已经是赢得了8场8胜的赛事。好，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唐凯还非常的年轻，非常的稚嫩。这个时候的唐凯啊，还是一个无名小将，他才18岁。但唐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他表示啊，泰森对上自己都是小意思。真放到综合格斗里算不算厉害？不算厉害，只能算一个小菜鸟。在综合格斗规则下，在他那个级别，只能算小菜鸟。那你能打得过泰森吗？我觉得 MMA 规则应该没啥大问题。好的，那么现在迎面向我们走来的就是来自于伊朗名副其实的连胜王，在伊朗也是家喻户晓。好，那么各位观众注意看，伊朗选手戴瑞士正在做一个神秘的祈祷仪式，看起来这也是他们家乡的一个热身运动。这场比赛戴瑞士也是宣称，这场比赛一定要拿下唐凯，为捍卫自己的连胜。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闲话少叙，比赛也是正式进入到了第1回合，让我们拭目以待唐凯与伊朗拳王沙漠之子戴瑞士的第一场对决。架势就是裁判的意思啊，跟这个戴瑞士进行迂回，对面的拳头还是有点稍微笨重的啊，打了啊，找机会去给对手打出一个致命一击。戴瑞士的地面和站立啊都是相当强的，这点我想这个唐凯也是清楚的啊。那不得不说，这个第1回合唐凯打的还是相当的惊险啊。刚才的这个第1回合的对手的这个腿部啊裸脚已经是差点成型了，差点就把这个唐凯给这个颈部的动脉给箍住啊。如果说一旦箍住血液倒流的话，唐凯这一回合被 KO 是绝对的。有中场时间，我们还可以看看美女啊，非常的不错。好，那第2回合也是正式开始，只能说这场比赛唐凯也是打得非常的惊险啊。好，那第2回合正式开始，我们继续来看。第2局。那么这场比赛也是相当精彩，让我们。You've never been in there. You're against little boxes of flames. You're against a different animal here, Floyd. Shut the fuck up. 这场对决被媒体称为金钱大战，因为据说这场赛事的总价值可高达6到10亿美元。梅维瑟将获得3亿美元，康纳也能拿到1亿美元，这可比普通拳击赛的奖金高了不知道多少倍。有句话说得好，这2位拳手的对决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荷包的狂欢。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40岁的金钱弗洛伊德·梅维瑟，他可是拳击界的活化石。当时已经取得了49战全胜的惊人战绩。
这场比赛将是他职业生涯的封神之战。右边这位188的身高，200磅的体重，28岁的康纳·麦格雷戈。UFC 历史上，这两个是来自于不同领域的王者，今天要在拳击台上一较高下。不过，也有人质疑这是否是一场真正的比赛，因为梅维瑟是职业拳击手，而康纳是 MMA 选手，两人在规则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正如康纳所说，规则是给弱者制定的，我压制他，不过他。梅维瑟的灵活脚步再次发挥作用，漂亮男孩不断闪避康纳的攻击，比赛继续防守。康纳的攻势更加凶猛，多次出拳砸中梅维瑟的头部，但裁判多次警告他有动作不规范。梅维瑟依然保持防守为主，虽然反击次数不多，但每次反击都精准有效。康纳这第3回合有点不按常理出牌，好像在用 MMA 的技巧直拳和左肘直拳连续出击，几记右勾拳精准命中。该局结束时，全场观众直接起立鼓掌。梅维瑟继续加强攻击，但康纳也迅速调整，以一记右勾拳开始回击。1分50秒时，梅维瑟突然打出一记左直拳，但职业拳击的顶尖高手。